人民币的扩张速度在美国跟中东缠斗的档口走出了近乎六亲不认的步伐。2026年6月，香港离岸人民币清算量创下了53.2万亿的历史性纪录，首次在月度结算规模上同时超越了港元与美元。在美伊开战之后周小川、朱民这些经济学家就提出过，这个阶段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窗口机遇，现在就这么水灵灵的加速变成了现实。大家可能只是模糊的觉得人民币国际化大概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事情，但具体跟每个人切身有什么关系没有很直观的感觉。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人民币国际化它到底香在哪儿，现在有多香。想理解自家的本币国际化的好处，那就得先说说定价权的重要性了。美元定价的日子里，咱们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最大的铜和大豆进口国，我们买走了全球近40%的大宗商品，可这些商品的定价权几乎全攥在美元手里。这就好比说你是整个菜市场最大的买家每天一半摊位的这些东西都被你包圆了，可是这个菜价偏偏你一点都说不上话是隔壁只做庄不买菜的这个资本说的算。人家今天想涨价就多印点美元推高通胀，想压价就收紧流动性制造通缩，你除了跟着买单连还价的资格都没有。更微妙的是美元潮汐的收割逻辑，联储一开印钞机美元泛滥就会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这个菜价就变贵了，我们买菜去就要多花很多的真金白银。那联储一加息呢，一缩表美元又回流去了，压低大宗商品的价格，我们的出口商品呢还要跟着贬值，一来一回之间贸易利润就被美元周期悄悄地吃掉了一大块。2022年美联储激进加息周期里面，仅原油和铁矿石两项，我国的进口成本同比就多付了接近1万亿元，相当于全国人民每人平白多承担了700多块钱的进口成本。这还都只是实体经济的账，放到金融资产上，定价权旁落的影响就更直接了。国内的股票、债券等人民币资产长期以来估值逻辑都深受美元周期的影响，美联储一加息，美元一升值，外资就会加速流出抛售我们的资产， A 股债市就跟着承压，美联储一降息，外资又蜂拥的涌入推高估值，相当于我们自己的资产值多少钱，很大程度上不是由我们的经济基本面决定的，也不是由它本身的含金量、含技术量决定的，而是由华盛顿的利率决议说的算的。说句调侃的话，以前 A 股投资者熬夜看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不是关心美国经济好不好，是怕人家手一抬咱自己的账户就得缩水。因为在没有定价权的弱货币体系里，我们再好的资产它都是一个瘸腿的状态，本质上我们的金融市场在曾经就是美元计价的风险资产，那自然就是被动的，是疲软的，甚至是反常识的。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最核心的改变，就是把资产定价的主动权一点一点拿回到我们自己手里。当大宗商品可以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我们作为最大买家的供需话语权就能真正体现在价格里。买菜还能还价呢，对吧？那企业就可以直接用人民币锁定长期的采购成本，不用一边盯着生产一边提心吊胆的算汇率波动的账。如今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这个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上市不到7年，成交量已经跻身全球前3，占全球原油期货交易量的 15% 以上。越来越多的产油国和贸易商开始参考上海原油价格进行交易。那铁矿石、铜、大豆这些品种的人民币计价结算也在持续的扩展中，中国价格的全球影响力正在一步一步显现。放到金融资产上，当人民币成为全球认可的计价和储备货币，境外资本配置人民币资产就不再是为了赚汇率差的一个短期投机，而是基于长期价值的资产配置，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会大幅提升。到那个时候，咱们的股市、债市的估值才会真正的回归国内经济的基本面，不用再跟着美联储的政策节奏大起大落，普通人的理财养老金账户也会少很多无端的波动。说白了，自己的资产自己定价，自己的市场自己做主，这才是经济发展要技术有技术，要产业有产业，要效率有效率的市场本该有的样子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起步，因为08经济危机，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美元既不够中立也不够独立的本相，两条腿走路就成为了我们的必然选择。产业发展和金融定价权二者必须齐头并进，
只有产业没有货币定价权，宝贝也会当白菜卖，但没有产业带来的实物主权，想动摇美元的网络外部性绝无可能。因此，也许大家对2008年之后我们的金融市场是充满怨念的，但是人民币突围的脚步可以说从此之后是步履不停的。在2015年11月，终于人民币挤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SDR 一揽子货币体系，成为了有背书的货币。那一年，我们的资本市场血雨腥风，美国的核心霸权美元系统感受到了卧榻之畔的威胁，于是就在2015年，安倍提出了印太战略。2016年，我们就迎来了南海上的巨大挑战。然而，人民币依然顶着压力，从零星试点向全面铺开发力。在纳入国际货币的这个篮子之后，第二个门槛就是结算系统。CIPS 系统必须成为可以覆盖全球各时区、各种交易场景、各种结算机制的支付系统，也就是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二期工程。在这个二期工程试点的过程中，也就是2018年3月，刚在北京被热情款待过的大统领就发起了第一轮的中美脱钩的贸易战。可以说啊，现在 2.0 的美元我没看到，但是当年 2.0 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无异于是把这个匕首怼在了美元霸权的腰眼子上。2018年5月 CIPS 系统2期正式上线，也奠定了近2年人民币国际化高歌猛进的基础设施的基调。从沙特阿联酋的原油人民币结算落地，到巴西阿根廷的本币贸易全面铺开，再到东盟10国本币结算框架的持续深化，人民币的使用场景正在从周边到全球，从贸易到投资，一步一步的扎下根来。如果说定价权是看得见的利益，那金融主权就是看不见的底线。很多人觉得只要能正常转账付款啊，进行贸易，管它是什么货币呢？然而啊，看看2022年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冻结俄罗斯央行超过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家可能才会明白，有自己的结算体系是多安心的保障。美元跨境支付清算系统从来不只是中立的全球公共设施，也是攥在霸权国家手里，高悬于所有经济体头上的金融利剑。于是2022年之后，各国就都开始了加速人民币结算的布局和尝试。截至2025年底，我国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已经突破了52万亿元， CIPS 系统年处理的业务金额超过185万亿，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家金融机构。很多人还停留在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不高的这个概念里，却没有注意到咱们这套自主支付清算网络已经悄无声息地织成了一张覆盖全球的支付备用网。看不到这个脉络，就难以理解这场我国在全球货币格局中布局了10几年的翻身仗正在进入战略加速的阶段。而这场仗的胜负从来不是遥远的大国博弈，它直接决定着我们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要花多少钱，进而决定我们的物价，我们的股市债市的估值由谁说的算，我们的经济安全能不能真正攥在自己手里的问题。金融主权只有完整之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才能真正的落地。一直以来，我们的货币政策总是要兼顾美元周期的影响。美联储加息，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资本外流的压力，不敢随便降息来稳增长。有完整的金融主权和稳定的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我们的货币政策就能更从容地聚焦国内的经济目标。所谓以我为主，该降息稳增长就降息，该加杠杆扩大内需就加杠杆，不用总跟着别人的节奏亦步亦趋。金融主权这个事儿，平时看不见摸不着，可是真的到了关键时刻，就是守住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闸门啊！没有这道闸门，经济发展的再快，也像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盖得再高再豪华，人家抽走地基的那一刻，一切都会化为乌有。当定价权逐步回归，金融主权持续补好，最先受益的就是实体经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贸易便利度的提升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对于千千万万的外贸企业来说，人民币结算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省成本降风险。过去做外贸签单是美元，收汇是美元，结汇成人民币才能用，中间不仅要付汇兑的手续费，还要承担汇率波动的风险。很多中小贸易企业一笔订单的利润也就3-5个点，遇上汇率大幅波动，几天之内利润能被吃掉一大半，甚至直接从盈利变亏损。那用人民币直接结算，不仅省去了中间的汇兑成本，更不用天天盯着汇率的走势提心吊胆。企业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就放在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上。更长远的好处是市场空间的拓展。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不足，缺美元缺的厉害想和我们做生意，又拿不出美元，又拿不出人民币。那现在我们进行的
在当地的投资，也就使人民币结算变成了可能从而就可以绕开美元的限制，对方就可以通过出口他们的矿石、劳动和商品赚取人民币，再用人民币买我们的消费品，形成贸易的正向循环。过去几年，我们跟东盟、非洲、拉美很多国家的贸易额持续增长，本币结算功不可没，相当于把原来因为缺美元做不了的生意给做起来了。钱它本身只是资源的载体，它是主权国家的债券，钱本身不是财富。对金融市场来说，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是长期的稳定性。当人民币资产成为全球主流储备资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境外央行、主权基金、养老金等长期的资金配置人民币资产。这些资金追求的是长期稳定的收益，不会像短期热钱一样快进快出。他们的进入会优化我们的市场的投资结构，平抑市场的大幅波动，让股市、债市的运行更加平稳、更加理性。截至2025年底，全球已经有80个国家的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境外机构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和债券的规模总额已经超过了12万亿。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推进，这个数字还会不断的快速的增长。我们的金融市场也会从散户主导、剧烈波动的新兴市场状态，逐步向机构主导、平稳运行的成熟市场状态进发。而所有的这些利好，最终都会汇聚到同一个落脚点：国家整体的经济安全。能源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就不用担心支付通道被切断，导致能源断供，能源安全就有了更坚实的保障。产业链上下游都用人民币跨境结算，就不会因为外部的金融制裁而打断生产的节奏，产业链、供应链也就安全多了一层防护。那资产定价权在自己手里，就不会被美元潮汐反复的收割，国民财富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不会被快速的抽血。经济安全它也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它会藏在每一笔稳定的贸易订单里，藏在每一次平稳的市场运行里，藏在每一分不会被外国无端收割的国民财富里。这一点你看懂了吗？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